Hello，大家好，我是 Rasam。今天呢，我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DAS 一个去中心化的账户系统这个 DAS 账号它如何注册以及管理。另外一个就是DAS 的一个市场交易，就是说你注册完一个 DAS 账户以后，可能想要去这个二级市场去进行一个出售，或者可能会想去市场购买自己喜欢的一些 DAS 账号，这个都是可以通过一个 DAS 的一个市场来进行一个交易。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DAS 注册以及这个管理吧。首先是 DAS 的官网，这是 DAS 的一个官网，它的官网呢进来以后就已经对这个DAS 呢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吧。首先呢，这个 DAS 它是一个跨链的去中心化的账户系统，它不像 ENS 是专门做这个域名的，叫去中心化的域名。但这个 DAS 呢，它这个域名只是 DAS 账号的其中一方面，它主要是用来做这个去中心化的账户系统的。具体这个DAS 的一些介绍呀，还有你看它的一些特性，下面它就说是未来或者是现在 DAS 已经可以使用的一些场景，以及它目前可以支持 DAS 账户转账的钱包，这个官网都有介绍。我这块就不会做一些详细的介绍。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去访问 DAS 的官方网站去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另外大家了解的话，也可以去这个点一下这个了解 DAS 账户。这里面呢会有更加详细的 DAS 的背景呀，还有概述场景，还有基础功能呀，这些都是特别详细的。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这边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今天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DAS 的注册吧，以及它的管理。首先说注册，我们到 DAS 的官网以后是可以看到这个注册，点完以后它是目前有3个注册商。然后第一个这个 DNAME 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中心化的一个注册商，所以它目前是可以支持支付宝支付，另外就是这个博场呀，就是 TRX 和这个 CKB 进行一个支付。但是这个 DNAME 它你这个 DAS 账户购买完以后，它是需要转到你的一个以太地址，或者是波场的地址。它不像下面这两块，下面2个注册商基本是一样的。这个 Google DAS 和这个 DAS， 它俩是基本是一样的。这2个是需要进行，就是在注册之前，你是需要先将它连接到你的以太环境或者波场环境，才可以进行一个注册。我首先说一下这个 Google DAS 吧，因为这2个 Google DAS 跟 DAS 一样，所以我就只说这个 Google DAS。打开 Google DAS 以后，就进入了这个DAS 账号的一个查询界面。因为这个你在第一次进入这个 Google DAS 的时候，它是会提示你连接这个以太钱包的，因为它是会用到这个以太的签名
需要连接 Etype 和 Etype 这个地址钱包，或者是波场的这个钱包，我需要进行连接以及签名。因为我这边已经这个连接了，所以它这块就没有提示。因为现在我用的是 PC，用的这个网页版的，就 PC 端的。然后大家如果注册通过手机端注册的话，它是其实过程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可能会需要通过在钱包这个代付浏览器里面输入这个直接输入这个DAS 的官网，或者是直接在它的浏览器代付浏览器里面输入DAS 就是 DES， 输入 DAS 以后它就会让这个 DAS 查询出来，然后点一下就可以。或者如果是大家习惯用这个 Go DAS 的话，可以直接输入这个Go DAS 这个链接，然后每次在钱包里面输入完以后，它会有一个这个记录，或有一个记录，然后下次的话直接可以去它这个最近打开或者这个记录里面，就可以看到这就可以直接打开这个 Go DAS 或者是这个DAS 这个页面。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需要注册的账户吧，看需要怎么注册。到了这个Google DAS 这个查询界面，这块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查询我们想要注册的一些这个 DAS 账户，因为目前官方是只是随机释放了35%，说是4到9位的 DAS 账户，然后10位以上的是已经全部释放了，但是4到9位的只释放35%，所以目前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自己想要注册的账户查询以后会显示未开放注册，或者是账户被保留了这个情况呢，其实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前期一些好的账户被一些人就是为囤积，就把一些账户全部囤到一起，这样的话其实就会更加的中心化了。其实现在这种随机释放，就是按照这个比例释放的话，也是为了以后这个 DAS 更加的去中心化。因为你前期如果全部释放的话，就会把大多数特别好大多数好一些账户会被少数人给统计，被少数人给注册，这样的话其实并不是太好。然后另外就说这个一些保留的账户，这些保留的账户，DAS 官方它是有一个这个保留的名单，我看一下这个文档，文档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会有一个在哪呢？这样有一个保留账户，这个保留账户其实它也是就为一些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品牌啊，还有就是在一些目前这个被这些网站收录的有比较知名的一些网站都会被保留。这个保留它其实也不是说一直保留，之前我记得貌似应该是1年。会保留1年，说1年以后，这些保留的账户还是会开放给大家进行这个公开的注册，这是一个保留账户。然后下面我们就看注册一个吧。然后我想想注册个啥呢？
册一个 Keypad， 这个好像是我之前也查过 ，Keypad 是键盘嘛，这个有没有注册？啊，对，你看这个 Keypad， 你这样是可以注册的。像我就注册一下这个 Keypad 吧，注册一下，然后点注册完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它这是一个费用的一个详情嘛，就说你注册这个 DAS 账户，你可以选择注册多少年。目前的话，我看应该是目前最多20年，但你可以通过续期去衡量。不过一般一般点的账户我都会默认1年吧，到时候后期再看。然后邀请人的话，这块就是说，如果你填写邀请人，就会给你节省5%的注册费啊，也就是给你这个大账户可以打95折，这个其实比较划算的。然后注册费的年费，它这个注册费主要分2块，一块是年费，是这个5美元，然后这个存储押金。这个存储押金的话，因为这个大账户的注册它是基于这个区块链的，所以它会你每注册一个大账户，它会占用这个链上的一个空间，占用这个链上的一个存储空间，但这个空间它并不是说是无限制的，它会有一定的空间限制，所以说你在你的账户占用了这个链上的一部分空间以后，你是需要给这一片空间一定的押金，然后才可以使用区块链这个链上的一部分空间。但是这个押金的话，它是就说你这账户以后假如不用了，不续期了，它到期以后，它这个押金是可以退到你的账户的。这个押金应该是200多这个CKB， 应该是我看这块都会有的，就说这个这块都会有这个详细的介绍，这块介绍也说得很清楚嘛，就说这个大账户是在这个区块链上是需要存储空间的，所以这个存储空间是需要质押代币才可以使用。但当你这个账户如果过期被回收的时候呢，它这个存储空间会被释放，代币也会归还给这个账户所有人。到期后它会进行返还的。所以说这个大家这个就是说在这 DAS 注册过程中，或者是对 DAS 有什么疑问的话，这边是有注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一些解答吧，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大部分大家的疑问这上面都会有一些这个解答。然后这是折扣，就说你填写邀请人以后，它会有一个5%的折扣。这最后呢，它这最后就是一个总的一个费用，总共是10美元，10.12美元。好，现在我这块就进行一个注册。注册，点击注册以后，它会有一个支付的方式。目前呢，DAS 注册就说这个 Google DAS 这个注册商，它是有两种支付方式，一种是这个 ETH， 另外一种是 CKB。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用这个 ETH， 因为 ETH 大家都知道这个手续费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不是太建议。然后最好还是用 CKB 支付，因为它基本是没有什么gas 费，没有什么手续费之类的。现在目前的话 ，CKB 是需要450 CKB。但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它这块用到 CKB 其实是用到了这个 PW 钱包，
就说大家需要保证你的PW 钱包里面有这个足够的 CKB 来进行支付。这样的话，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去先访问一下这个 CKB 这个 PW 账户，看你的这个 PW 账户里面有没有这个 CKB。如果没有的话，你是需要通过这个你是需要点一下这个点一下 CKB， 你需要那个点收款，这边有个 CKB 地址，要通过钱包或者是这个交易所，向你的 PW 钱包里面充值一定的 CKB，然后你才可以在这个才可以使用 PW 里面的这个 CKB。这是这个 PW 钱包。好，然后我这边就是450 CKB， 我就直接进行支付了。支付的时候是需要进行一个签名的。好，现在我这个大账户就算是基本算注册成功了，因为它这个要上链嘛，要进行确认，然后后面才可以这个注册。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会比较久，大概也就几分钟吧。这个叫它注册，大家可以不用管，就说你可以到我的里面，然后去看这个看这个正在注册的账户。有点乱，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正在注册，再点一下可以看到它正在确认收款。这块就可以不用管，到时候待会回过来以后我们再看吧，到时候可以进行一个管理看。这块已经锁定账户，已经确认收款完毕，锁定账户。好，这是 GoDAS 这个注册过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注册商吧，就是这个 DNAME。这是 DNAME 的一个首页。这个 DNAME 进入 DNAME 以后呢，我这个是已经登录了，因为它这个是登录的话会有多种方式，我这边先进行退出。这个的话就是说，大家如果没有登录，的话，默认进来以后，它是到这个界面。如果大家是有这个以太坊环境，就可以直接用这个以太环境进行登录，点击以后就可以直接用你的以太坊钱包进行一个登录。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关掉，然后里面可以通过这个邮箱呀，然后获取验证码登录，或者是通过手机号，然后获取验证码直接进行登录。这块的话，大家可以填写一下这个邀请码。填写邀请码以后呢，它也是可以打这个95折，给一定的优惠。注册时候有这个一定的这个优惠。然后呢，或者是用这个社交账号，大家可以直接用这个推特或者是谷歌账号进行登录，其实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DNAME 的这个方式还是比较灵活的。邀请码的话，大家可以在最后我会有一个那个二维码，直接通过那个二维码扫码进行注册的话，会有一定的优惠。然后我这边就直接连接这个太坊环境了，直接连一下这个以太坊钱包，然后连接成功以后，登录成功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就到了这个 DNAME 的一个首页，它其实也是一个查
查找的界面，就说你可以查一下你这个想要注册的DAS 账号。其实跟这个 Google DAS 比较像的，比如说在注册这一块区别不是很大。这块的话，注册一个什么呢？注册一个，想想，注册一个上次下的一个什么账号呢？我试一下，上次之前应该有一个人名叫辛格，看一下这个没有注册，这个已经被注册了，然后应该，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啊，就说，这个还没有开放，是这个 thing，然后这边它这个 dname 它有一个推荐的功能，就说，假如说我想要注册跟它有关的一些账户，大家可以点这个，你看它就说以这个单词结尾的一些账户，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感觉哪个可能比较好一些，大家可以注册，这些是就是可以注册账户。那我就有这个新的，对，这个可以注册。然后，如果这个账户是可以注册的，就大家可以直接进行注册，或者也可以加入购物车，到时候可以进行批量注册。我这边就直接注册，然后注册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费用的明细，年费啊、注册年限、线上存储费用、总费用这些，然后就没有问题，我们直接点这个完成注册。这块的话，它是可以有这个4种支付方式，就 USDT 这个是波场上面的 USDT，所以手续费是比较低的。还有就是 TRX、CKB，还有这个 CNY，就说这人民币，这是通过支付宝的。CKB，这也不够。它这个就是说你在注册之前是需要先进行一个向你这个账户里面进行充值，不管是这几种哪种方式，你都必须先进行充值，然后才可以进行这个支付。我的人民币也不够，那么先就充值一下，如果不够的话，它可以就提示你需要先进行充值。那我就直接先通过支付宝充值吧，先用这个支付宝进行注册。好了，支付成功，然后我们就可以等一下，等它这个返回到商户，这交易完成了，然后稍等一下，就会返回到这个店内。好，那这就可以自动进行一个注册。那过程其实还是和这个 Google DAS 一样的，可能需要等几分钟。这个话大家可以不用等，可以去继续注册。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注册过程。这个通过 dname，因为 dname 好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方式是比较多的。不管是用这个你的这个数字资产 CKB 啊，或者这个 TRX，或者这个USDT 啊，这个以后未来可能会支持更多的这个支付方式，所以还是多样性是比较支付的多样性是比较全的。然后我再说一下，就刚才有一个充值的，就说大家在注册之前，最好是先充值，这样的话不需要每次在注册的时候都提示你进行一个充值，然后你每次去充值，这样比较麻烦。大家可以到这个我的，就点这块这个我的，在这个里面大家就可以进行充值。现在是支持这4种，目前前2种我是没有充值的。下面 CKB 跟这个什么人民币，这个是我充值过的，大家就可以直接点充值，然后
下面一些充值方式，可以选择你想要充值的，通过什么充值方式，然后上面是充值的金额，这个就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充值的话，到时候就说先提前充值好，这样的话你在注册的时候就不用，到时候在那个付款的时候就不需要，在进行在那个注册的过程中进行一个充值，这样相对比较麻烦一点。大家看到这个我的里面，它还可以看到这就是刚正在注册的一个账户，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账户正在注册，已经到这个锁定账户了，还需要再等一等，然后得到我的里面。这块就是我的一个 DAS 账号，进来以后就是我已经注册的一些账号，就说在这块注册完以后，假如说你需要对你的 DAS 账号进行管理，想说是想把我这个账号转让给其他人，或者说是添加一些解析记录，等等这些的时候，大家需要把自己的这个账号进行一个转出，这块它有一个转出，先进行转出。转出的话，你可以转出到这个以太坊上，或者是这个波场的地址，通过这个波场或者以太坊这个词进行管理。这块你把这个地址填完以后，然后直接转出，就到你对应的这个以太坊或者是波场的地址中进行管理。这块我就不转了，这个就是比较方便了。看一下，我们看一下 Google DAS 的注册完了没？哎，这个已经注册完了。这块找的话还是不是太好找。我每次找的话是怎么找？我是直接在这边查询我那个已经注册的账号。假如说我刚才注册的一个叫 Keypad， 然后搜索，然后再点查看，这块就到了我们这个账号的管理界面。就说，假如说我们把这个 DNAME， 这个 DNAME 里面的账号转到我，假如说转到我的这个以太，这个以太地址下进行管理，然后我就可以在这块 Google DAS 或者用那个 DAS 进行管理。注册的话，我大概就这么多，我也就说这么多，其他的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下面呢，我就说一下这个，还没到市场交易，就说一下这个管理吧，对这个 DAS 账号的一个管理，就说包括几方面吧。一方面就说我想要把这个账号转移给其他人，就说把他的所有权账号给别人，给其他人，大家可以在这个权限里面有个管理，点下以后可以修改这个 owner 地址，这个 owner 地址可以是 ETH 也可以是 TRX， 这个地址变更完以后，就相当于这个账号给其他人了，你就没有任何的操作权，也没有管理权，所以这个是相当于把这个账号转让给其他人了，类似这样的。这样的话，这块大家可以输入这个 DAS 账号或者是这个 ETH 地址。这个如果是 DAS 账号的话，你必须对方的 DAS 账号添加了相应的ETH 这个解析记录或者是 TRX 解析记录，然后这边才可以进行一个解析。这是一个修改你的所有权 owner 拥有者，这个账户的拥有者是谁，这是一个修改。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管理权，
管理权就说你只是对账户进行管理，就说添加一些解析记录呀，或者是应该就是大多数就是解析记录。哎呀，好吧，再重新进吧。看这个 manager 就说他这个管理权只把管理权转给其他人，也可以分配管理权，其实就是。比如说你可以给其他账号，给其他的这个ETH 地址、以太坊地址或者过场地址，给他赋予这个管理权限。拥有管理权限以后呢，他就说可以进行对你的账号进行管理，基本的管理，比如这个解析记录的添加呀或者删除之类的。但是这个账号的所有权、归属权还是属于你的，说你还是这个账号仍然还是属于你的，属于你的，只不过你是分配给其他人管理者的一个角色，他可以对你账号进行管理，但他不能把你的账号进行这个转让还是只有你能转让，只有这有归属权的这个以太地址才可以进行转让，这是一方面。好，这是权限的一个管理，主要这两块。另外呢，还有一个解析记录。解析记录的话，我看一下啊，解析记录，它这块我们需要添加这个解析记录，就说这块是干啥的？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假如说这个钱包，我们通过钱包要给别人其他人转账，或者是其他人要给你转账，我们不是要通过这个 DAS 账号来进行这个转账嘛？但是你在通过 DAS 账号转账，可以解析到其他链的这个地址。它前提呢就是说你必须你的账号或者是对方账号要添加了相应的这个记录，才可以就是通过 DAS 账号转账的时候，才可以解析到你对应的地址。就打个这个比方吧，就说，假如说其他人要给我转一个 BTC 吧，转一个比特币，他通过这个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mToken 嘛，mToken 这个现在已经是集成了 DAS 账号，集成了 DAS， 然后如果对方要给我转 BTC 的话，就说我这边必须要添加一条解析记录，你怎么解析记录，然后他那边直接输入我的 DAS 账号以后，就可以解析到我的这个BTC 地址，然后直接就可以转账。说这块添加解析记录必须要添加一个地址。公链的话就可以选择，你看你就说你这个 DAS 账号可以跟目前来说跟这些公链的地址进行一个关联，关联完以后，对方给你转账的时候就输入 DAS 地址以后，输入你 DAS 账号以后，就可以把你相应的这个地址解析出来，他就直接可以转账，就不用再去记你的这个 BTC 地址，就那么长的一串这个字符。然后你可以把你的 BTC 地址一般把你地址这个复制过来 ，BTC 地址，如果是像你如果是这个还有啥，还有 CKB 啊，把 CKB 地址输入，你可以绑定什么 BSC 啊，就是这里面US 也可以 ，US 也可以，就这些地址你都可以绑定，把这些地址添加完以后，就说对方给你通过 DAS 账号给你转账的时候，他就直接输入 DAS 账号，然后假如说他给你转一个 US， 他直接输入 DAS 账号，然后你这边就是你的 US 地址，然后他在转账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自动把你的这个 US 地址
就是解析过去，就不用再去记你的这个 US 地址。然后标签的话呢，就说就类似于一个，就跟它字面一样，就是标签了。就说假如说你有这个多个 EOS 地址，或者就说假如说你有多个 CKB 地址，一个交易所的 CKB 地址，一个是那个mToken 里面的 CKB 地址，你有多个，这样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标签来进行区分，区分一个是交易所地址，一个是这个mToken 钱包地址。这样的话，对方在给你转账，通过这个 DAS 账号转账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选择，就说我输入你的 DAS 账号，假如叫 A， 就叫什么ABC 点 bit， 然后在钱包那块它会提示，就说根据标签，你是需要关联我的这个交易所的这个 CKB 地址呢，还是关联我的mToken 里面这个钱包的对应的这个 CKB 地址呢？这个标签有这个作用的，就可以让对方知道选择你的哪个 CKB 地址是做这个的。然后这个的话暂时不用管，就默认的就可以。像这样的话添加一条解析记录，再保存，保存就可以了。我这边给大家找一个，我这边已经解析好的记录吧。我的奥米尼Wars 全宇宙，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这边的，我这个没添加，算了，我用这个，用我的恶灵骑士，看一下，对，我这个里面是进行添加，解析记录管理。你看，目前我这里面已经添加了这个两个地址，这个是密保的，这是我用来接收这个密保 NFT 的一个地址，CKB， 然后这是密保的，这个地址暂时就只能接收这个密保 NFT 的，然后标签的话就是密保，然后还有就是 TX 这一块是 TX 地址，这个记录。然后下面还有身份信息自定义，这块做什么的？这块的话，来我看一下我的，这个的话就需要看一下 Omniworld 全宇宙，看这个解析。这块这个身份信息就说是我们的头像，我们头像嘛，我们看一下啊 Omniworld CC， 就是这个头像，就是这块的一个身份信息就是我们的头像，就添加记录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身份信息，然后键的话，我看，然后就这个头像，这块你添加的一个链接以后，输入你的这个身份地址，就是头像的地址，我是输入的是我的这个Twitter 上面的这头像地址，然后地址输完以后，还有你标签，像我这块输入一个地址，然后标签的话你可以输入，你可以输也可以不输，然后保存完以后，等待保存变更完以后解析之后就可以看到你这个头像变了。然后还有一个描述，描述的话，也是一个身份信息，就说是在添加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这个身份信息，里面的键的话选那个描述 description 这个，然后把你的描述信息一填，也保存就可以了。然后我的描述信息，这是我的描述信息，然后描述信息就是这块这一部分就是你描述信息，大家可以通过在这边进行一个添加就可以来保存。
然后剩下的几个就是一些自定义信息了。自定义信息它有自定义信息也是这样添加，就说是选择类型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定义键，然后这个自定义键的内容呢，它有固定的那么几个，然后值，这个待会我们去看一下，我现在目前添加这几个比较全的，相当于来说。然后它这个是一个bitcc， 然后这是一个主题，它默认是一个比较亮的主题，然后就类似这种的。假如说我我的大四，它默认是这个主题，就说是那种亮色的。然后自定义你可以把它改成那个暗色主题，就是这个 dark， dark， 把这个值添加完以后再保存，你这个主题就算变了，就变成这种的。以前默认是这种的，然后你如果改成 dark， 改成那个添加了这条这个主题信息这个记录以后，它就会变成这个主题。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爱好吧，可以进行更改。然后还有一个下面这四个是一个社区一个小伙伴开发的，就是一个出售的相关的几个键。这个的话，大致讲一下吧。就说如果我添加这几个键以后，比如说一个sale address，就说你这个出售的地址，这块是你的相应的以太坊地址。原先的话可以选了，就说假如说你这个以太坊下面的大账户，你有一些可能需要出售的，就把这个地址填上，然后描述，这个就说是我看应该是这个添加完以后，大家就可以通过这，它有一个出售信息，通过这就可以访问将你的一些账号挂在上面。这个的话，是你的一个描述嘛，描述信息就是这块。这个跟默认官方这个展示还是不一样的，这就说是官方一个默认的一个展示页。这个就说是你如果添加了这个hold 这个相关的几个自定义键，第一个是必须的，后面都是这三个是可以不用添加的。然后这块就可以展示出来你在那个大次市场挂售的一些域名的信息都会到这儿，它做了一个聚合，信息聚合就是大次出售的信息的一个聚合，就全部可以展示到这儿。这块是一个详细的介绍，这个还是挺好的。就说具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这几个表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可以去直接访问这个其实就把后面这个删掉就可以了。就直接访问hold.id 就可以，有这个很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看一下。好，这个就说到这儿。然后这个就说，就是那个我们需要添加解析的一些东西。其实还有几个可能没添加，这个大家可以到这个看看啊，到这个文档里面，文档里面应该有个 bitcc 吧。
大家可以直接到 GitHub 上，这边有，这边有一个 bitcc 的这个 doc，这里面它有这个图片，就是说目前可以设置自定义键，就官方的可以有这么几个。这个其实我大致都说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跳转，如果我可以设置一个自定义键，然后键的名称的内容可以叫这个 BCC， 这个跳转的意思。然后这块是你需要跳转的这个网址，然后这是标签，然后保存完以后就说，假如说我这块想要跳转到 DAS 主页，就这个网址，然后我只需要在这个 DAS 账号管理里面将这个自定义键设置成这个，然后内容设置成 DAS 的这个主页链接，这样当你的这个解析保存完以后生效完以后，就说后面如果我再去访问我的这个 DAS 账号，假如说这个dasis 点 biz 点 cc， 或者是像如果是这个 cc 我们一般就用 host 吧，就用那个 host， 就说我们如果访问这个地址，直接访问这个地址的话，它就不会显示这个展示的页面。你如果直接访问你的 DAS 账号这个地址的话，它会自动跳转到你在这块设置的这个地址，也就是说你在输入这个链接访问的时候，它会自动跳转到DAS 的首页，就是跳转到这个地址。所以这块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假如说我有一个比较难记的一个地址，就说是，尤其像前段时间，我那块就密保那块需要展示自己的一些就自己做的一些那个密保 NFT， 但是那个地址呢，就是它比较长，因为后面会有一串那个 ID， 特别长，这样的话你给别人分享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美观，看起来比较不一定，因为特别长。但是你要用到 DAS 这个功能的话，就说我只需要添加一条记录，在我的 DAS 账号添加一条记录，然后把我那个密保需要分享一条那个链接放到我的这个需要跳转的地址，然后上面的话就这个定义线，然后保存完以后，我就可以直接到我的那个密保的需要分享那个地址。我现在好像有一个我应该解析过一个，就我的 Russell 的 business host， 这样的话你看，就说本身它原来的地址应该是这个，然后就密保延net后面这么一长串，你这个的话给别人分享肯定不是太好嘛。但是如果我就把我的这个 Russell 点 bit 这个地址添加一条解析记录，让它跳转一下，然后我可以给别人分享的时候只分享一个这个地址叫 Russell 点 bit 点 host， 这样其他人只要访问我的这个地址，他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的这个首页，这要比你直接分享一个这么一长串的链接要好很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实用性还是挺强的，比较强的一个功能，大家到时候可以试一下。这跳转链接的描述、头像、贴纸，它这个都有，都有。解析的话就这么多，管理就是添加解析做对大资金管理，总共就这么多。我看还有什么？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二部分就是
用。另外一部分就说是这个市场交易，就说我注册完一个大账号以后，我如何去进行一个交易，说把我的账号给挂出去，看假如说有其他人想要去买我的账号，我的 DAS 账号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市场 Best DAS， 这个话看一下啊，这就关了，然后 Best DAS， 这是那个 Best DAS 的一个首页，这是 Best DAS 的一个首页。进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首页已经有很多已经在挂售的一些 DAS 账号。右边就是最新上架，就是最近挂的就是前50个账号。然后左边呢就说是随机的，就是目前这些账号呢，我可以今天就是随机看一些，可以用10个，就看一些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或者是也可以进行搜索，可以搜索。那假如说我搜什么，就搜一下这个什么955，这就有目前已经在售的一些账号。你想看的话，就说957，随便找一个，就这个。看见没？进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立即购买啊，或者赚取佣金。比如说我点了以后，我可以把这个链接复制出去，或者是分享到推特，或者是分享图片。这样的话，分享出去以后，你就可以有一定的佣金。这个佣金应该是1%吧。所以分享出去以后，如果有人通过你的链接购买了对应的这个 DAS 账号，你就会有相应的这个收入。这是一个。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市场，其实这首页就是市场。对，这个进来以后，默认这几个是都不需要连接你的这个以太地址的，以太钱包是不需要连接的。这个数据是成交历史，最高成交价，这个侃爷，这个成交价还是比较高的。下面这个叫什么？图片格式，又是 SRMP 是森好。这是就说是成交的前多少？前50条记录都在这儿，大家可以查询。这是最新成交的。然后另外就是我的，然后主要是挂售的话，我们主要是在这块，就说在我的这个界面里面进行挂售。就说进来以后，我们找到自己想要出售的一个账号，你在这块管理的话，其实就调整到我们那个DAS 这个 DAS 管理界面，跟刚才一样，进行一个管理啊，添加信息记录就可以了。然后出售的话，我就可以点一下出售，这样的话你可以出一个价格，看出多少 CKB。描述的话可填可不填，但是最好是填一下，就是让就是对方就是想要对你这个账号进行购买或者感兴趣的话，可以看这个描述，知道这个账号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值不值得购买。在这块的话，能填能描述，能填的话最好是填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高你这个账户的出售的概率。这个填完以后，假如说我填个15000，然后就是应该是经典吧，查一下，我忘了我注册这个是什么意思了，看一下这是啥意思。古典主义，古典主义。
15000 CKB，然后不点注意，然后再下一步，然后确认出售。这个它是有手续费的，是3.5%的手续费。就说你，假如说你挂了15000 CKB，比如说成交以后，你收到的这个 CKB， 它是用15000 CKB 减去3.5%的手续费以后拿到的这个 CKB。然后这是签名一下，还要签一下。好，这就算已经挂售成功了，不过需要等待几分钟嘛，还需要上链。然后，挂售成功以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市场最新上架里面可以看到。然后这是一个挂售，就这样就是出售成功了，挂售成功了，不是出售成功。但这个出售的时候，它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它这个出售是，需要抵押一部分 CKB 的，是正在上架，还没结束，正在上架。就说你每上架一个 DAS 账号，都是需要那个抵押201 CKB。就说你的 DAS 账号里面，这个 Best DAS 在这个市场里面的 DAS 账号里面，必须要有足够的 CKB 才可以进行一个出售。所以你在使用这个 DAS 市场进行账号的挂售的时候，首先需要向你的这个钱包里面进行一个 CKB 的充值。你看，这就是一个充值，就是第一次充值的话，你这个金额必须是要大于350 CKB 的，要不然你这个钱包是没法使用的。这个原因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都有这个介绍。这是这个 Best DAS 市场的一些介绍，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你看这里也有为什么建议充值350 CKB， 因为它是去中心化的市场，出售 DAS 需要冻结201。这个大家可以到时自己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对市场一些问题的解答比较全面。你充值完成以后，因为它这个目前是只支持长借 CKB 长借，所以的话那个火币应该是不支持的，然后币安是可以的，然后还有像一些钱包呀、mToken 啊，这些都是可以支持的，直接用mToken 或者是币安进行充值都是没问题的。充值完成以后，大家就可以进行上架，这还在上架，看一下上架成功了没有？还没有。上架成功以后，你肯定可以在这个最新上架里面看到你刚刚上架的这个 DAS 账号。再等一下，上架成功了，看一下，这就是你刚才上架的一个 DAS 账号。这就有了，是描述，可以将这个分享出去，可以赚到150 CKB， 1%。我看这就是DAS 的一个交易市场，它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好像再没有什么要讲的了啊，就说另外一点，就说大家第一次连到我的这块的时候，你进入这块的时候是必须要连接这个以太坊钱包的，因为它要读取你这个以太地址对应的拥有的 DAS 账号，所以这个必须要连接的。好，就这么多。我是全程都是在这个 PC 端的，电脑端这块给大家这个进行分享。其实，在钱包那块，钱包端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像 Best DAS 的话，这个交易市场大家可以直接
直接在钱包的代付浏览器里面，代付浏览器里面，输入这个 DAS 市场的链接，直接输入 bestdas.com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市场，然后直接通过钱包进行连接就可以了，还挺方便的。好，主要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说的可能比较多，我看这说的得多长时间了？1个小时，1个小时多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耐心听完。好，说了这么多，那个最后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注册时候它不是有邀请吗？这是我的2个邀请，就说是 Google DAS 跟这个 DNAME 的这个二维码邀请。大家如果就说是第一次注册的话，可以直接扫这个码进行注册，它都是那种邀请链接，然后可以就是给大家优惠5%的这个注册费用。当然了，这个我这边肯定也是可以有一些邀请奖励的嘛。这个话倒是大家就说你注册完一个账号以后，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邀请链接发给其他人，另外的让其他人再用你的邀请链接进行注册，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得到这个邀请奖励。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这个下面就是我的这个推特，这个 Wilson 金，这是我的。然后还有微信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都叫公时风，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会不定期的发一些文章或者是这个视频啊，都会在相应的这个公众号。下面呢，这个就是 DAS 的一个 diss， 然后大家可以就通过这个链接进入到 DAS 的一个diss 频道。目前来说呢，DAS 的一个这个 diss 里面，目前应该有4000多人了。好，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大家能坚持听到最后，谢谢大家的一个关注。好的，今天就分享这么多，感谢大家，拜拜。